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着红领带，感谢美国总统川普这趟访中行程。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to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A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至于这里就是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中南海戒备相当森严。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过，川普话锋一转，把锅甩给前总统拜登，说那是拜登执政时期造成的伤害。而他回国白宫之后，美国经济已经重返荣耀，成为全球最强盛的国家。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大家讲全球最瞩目的，当然就是川习会 ，OK？ 那川习会这一场，有人讲说，当你看川普跟习近平在天坛，然后记者就直接问有没有谈台湾问题啊，所有这些的时候，那问了3次，川普不回答。好，有人说这过程当中是一个台湾问题各自表述吗？那这样的一个川习会。到目前为止所揭露出来的讯息，对中华民国台湾来讲的话，那到底未来我们会用什么样一个角度来看待？当然，你说贝先生讲说未来几天川普会不会释出更多跟台湾议题有关系的事情？好，那大家都在看的，尤其包括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的特别条例7800亿的条例过。那接下来呢？那这个条例是从1.25兆到7800亿，这对于整个川习会，甚或未来那两岸之间，甚或美中台之间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大家都在关心。而所有这些议题，包括连民生上老鼠啦，或是其他一些议题，在年底2026，甚或会不会影响到2028？好，一开始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川习会，尤其对我们台湾的一些影响。创家，你看到目前为止。除了川习会里面，包括老共那个地方新华社啦什么释出来的讯息，然后美国那时候外媒所释出来的讯息也不太一样啊。美国那边讯息感觉上根本没在谈台湾议题，但不太可能不谈嘛，只是那个讯息谈到感觉上似乎没有对我们来讲这么不利吗？基本上呢，其实呢，整个大国元首外交，那是所谓的高来高去的最高境界。而这最高境界，你又看到川普和习近平呢。里面呢，川普到现在为止表现的就是一个已读不回的最高境界。然后你会看到整个状况里面，从在这个会谈的现场里面，你会看到是习近平其实有备而来，有备而来，习近平是练稿的，练稿的代表每个稿件他讲得很清楚，而且他稿件的内容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同样的，同时在谈的时候，谢峰投书。也是同样的内容，所以习近平就是非常清楚的要把这个话题给讲出来。然后川普呢，就跟你在那边就是好吧，我知道，他跟你聊天，我跟你闲聊，对，你会看到川普没有看稿，而且习近平在这么严肃犀利的词在练的时候，川普我看到他还有3秒钟，我眼睛在吗？一副轻松自在，然后呢，在谈的过程中呢，习近平就是非常告诉你的，他前面开始又讲一大堆。在讲就是他其实在讲的是这个世界的变局很乱，这个变动交错，然后两国呢是伙伴不是对手，稳定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课题。意思是什么？这个全世界的混乱跟我没关系，都是你川普。其实他们都是反话正说。那川普呢回的也很妙。他回的是说，很多人我说你是伟大的领导人，很多人不以为然。他意思这些重点不喜欢你，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我还挺你。对，哎，我们是好朋友。后面呢，习近平讲说，我们呢是共同2个领导人的共同的一个历史问卷嘛。那川普讲的是，我们是朋友，我们呢他不是总统，我们只是随时可以打电话的。其实川普就给你扭转，但扭转之后，川普根本不进入习近平希望设定的主题。所以呢，他开始告诉你，你看。这些我带来的企业家都是大咖，一把手连2把手都不要。川普要的就是我跟你谈经贸，因为2个人回去的诉求不一样。但是习近平呢，上次在釜山吃了亏，所以这次习近平也将了川普和白宫义军。为什么？正在会谈的时候，马上就出来新华社讲的，双方中美关系是台湾关系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处理不好就会碰撞，十分危险。这个时候，整个美国国务院的大咖。通通
都在会谈里面，他们无从回应，而时差问题，白宫正在夜间，国务院正在夜间，所以新华社就抢先出来了。那川普呢，怎么回应你呢？回应的时候到了天坛的时候呢，川普一直鼓励，他在讲天坛很棒，中国很美，但是这里面天坛呢，你会看到他们是看天坛嘛。这里面都是双方较劲。习近平这次话讲得更硬，《纽约时报》什么都看到了嘛。我规格给你接待的很高，但是我话更硬，就是代表着延续上次跟奥巴马见面的时候，他那时候跟奥巴马讲的是太平洋很大，可以容许2个国家。在这习近平这一次是我跟你平起平坐，我可以跟你，我们2个是比上次是说你给我点空间。这次不是，这次是我跟你平起平坐。然后台海问题跟台独水火不容。这个东西处理不好就十分危险。习近平这次把姿态拉得更高。然后另外一个呢，去天坛也很有意思，因为呢，习近平看似表面上规格给川普很高，除了接机之外，我是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一张，因为上次东大厅我们谈了好几次嘛。东大厅是人民大会堂里面最大的厅室，而里面最大厅室，习近平上来之后接见很多国际的重要外宾，像上次都是在东大厅。而且里面有一个习近平最喜欢的画，就是这一张。你会看到这个叫做“幽燕金川图”，是整个人民大会堂所有壁画里面最大一张。就是从那个秦皇岛、北戴河一直到居庸关，这个“幽燕金川图”。那你看习近平以前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见马英九啊，见那个郑丽文啊，见其他人，习近平的背后靠的就是“幽燕金川图”，我是有背，我背有靠山的。然后公布7常委的时候，我背有靠山的。可是这次川普你是大哥，你看习近平坐的位置是川普坐在幽燕金川图，所以给了好像表面上给你的规格很大，你是大哥。可是大哥，我们要谈的是修底底特陷阱，就是新兴的强权和旧的强权，我们不要对撞。然后后面又讲了一个亏的话，亏的话是什么？恭喜你，一开场就是250年，然后就带你去天坛。你知道为什么选天坛吗？因为天坛对中国来讲意义不同。福特去过，但是福特之前美国最重要政治人物有一个人叫季辛吉的，季辛吉去过15次。而季辛吉讲了一句话是中国最喜欢引用的。你看这个天坛盖的600年前，因为这是明太祖朱棣叫那个姚广孝盖的。明成祖朱叫姚广孝盖的，那里面有风水什么的我们搞不清楚，因为姚广孝实在太神秘了。对，姚真，一太奇珍了，对不对？这个盖了有什么？然后呢，季辛吉回去之后讲，我们才200多年，人家600年前就可以盖出这种建筑，所以他特别告诉你说，虽然你是既有的霸权，我的历史比你悠久，还特别想250年，我光这个天坛就600年，都比你多得多，都比你多得多。所以其实双方会讲，后面还是来了台湾。那上次在釜山会谈的时候，因为从1979开始，每一次都要讲台湾嘛，然后每一次美国的总统或国务卿都是需应付故事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改变，3项公约6项保证。这可是碰到川普呢，上次在釜山的时候，先前就讲了不跟习近平谈这个，所以川普在釜山讲了一句话，叫做台湾是台湾，我们不谈。而且川普那时候知道你新华社还有中国外交部每次公布的新闻稿跟白宫都会不一样，川普直接还没有离开釜山，就在习近平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时候，直接在空军1号就说没有谈台湾。新华社和中国那一次吃了个鳖，所以他这一次又反过来，反而又来一次。但川普出去的时候说，也有讲说一定会讨论，但是讨论不代表我会回应，所以他有没有回应或他怎么样，习近平一定有讲，而且从央视的那一段。那个不小心露出来的，一开始就说这一年有很多波动，那不指的就台湾嘛？所以会不会习近平讲的十分危险碰撞就直接接着？习近平一定会讲，而且也对内做了大内宣，足够的宣传。但是川普呢没有讲，但是没有讲之后，后来就来贝森特了。那贝森特的一个暗示，贝森特当然是这团员之一嘛，他过去会合的，从首尔过去会合的。贝森特说过几天会讲，但是过几天会讲什么呢？其实不止我们很担忧，北京、中南海、王毅这些人也会很担忧，因为上一次也是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去年11月24，习近平讲完之后也告诉他，台湾是我们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课题，你一定要非常审慎，军售要非常审慎，希望停止军售。川普也是跟你呼隆晃半天，
然后最后川普呢3个礼拜后公布我们台湾炒了这半年的110亿美元军购，所以现在川普桌上还有一个140亿美元，国会已经送过去的一个台湾的军购，川普会怎么处理？但是由贝森特讲，那里面其实还有更麻烦的，大家更不知道的问题，因为贝森特不是管国际战略的，贝森特在处理的是什么？晶片，美国的经贸。因为贝森特不是管国际战略的，贝森特在处理的是什么？晶片，美国的经贸。然后会不会贝森特在暗示的是，当台湾的蓝白两党把所谓的台湾国防韧性这个预算1.25兆变成只有7800亿，打折了成了62.4%，剩下的37.6%，那个自我防卫决心的打折，川普会不会算到台积电身上？这恐怕，所以接下来川普会讲什么，不见得是针对习近平。对于台湾自我防卫决心，川普怎么去算这个价格，恐怕都还有很多变数。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到目前为止所揭露出来一些的讯息，其实从第一天，从川普光他的先遣部队到除了全球关注的话，我相信对国内来讲的话，所有的人大家会更关心，因为美中台之间呢，对我们来说，大家一直不希望。谁都不希望自己被摆在大国博弈之间，拿来当做一个不管你叫筹码还是叫棋子这些。那台湾的地位在战略地位或各方面的重要不言可喻，但是呢，对于川普来讲的话，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到底又会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大阵营之间，刚才川小讲到，那新华社、央视在中间，他们开了2小时15分钟，这些等于是中国官方媒体就已经直接讲了，这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他直接讲习近平在会中谈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保持稳定；处理不好，两国会碰撞，甚或冲突。这中美关系会变成十分危险。那习近平也说，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是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红线底线画在这个地方，我最在乎这一段。然后呢，结果包括外媒，然后当然《自由时报》就引述外媒讲，白宫公布的川习会摘要，台湾议题一字儿不讲，好吧？好像根本没有。但是会不会在这里面有谈到它？你不可能不提吧？你同一句话，这是 Rubio 直接出来说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如果中国以武力夺台，会是可怕性的错误。注意这句话，美国对台军售在川习会中并非重点。它不是重点，它还是一个点，那就是一定有谈，只是我要淡化这一块，所以它不是重点，但它还是个点啊。好了，今晚大家都看得清楚。第一个，当习近平一直不断提修比彼得的陷阱的时候，大家就在说，那个时候大家一直说，当东升西降的时候，美中势必一战，而美中势必一战的点。是不是就会发生在台海这一块？那时候大家一直关注这一战。对，这次习近平直接说你们美国衰弱，川普也没有说不，川普也同意啊。我想他是要给美国国内压力吧。但不管怎么说，好，那现在呢？现在目前大家还在等，因为贝森特是说，那未来几天川普会针对台湾议题发表更多他了解这一切的敏感程度。那大家就关心了。好，第一个，美中真的中续一战会在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川习会一路再往下看。在未来呢，美中台关系会因为这一次，甚或因为我们的军售从1.25兆到7000多亿之间，会产生美中台微妙的变化吗？我倒是觉得要透过这次川习会呢，大家把这个双方各取所需要的需，那个需是什么，把它看清楚啊。所以呢，先回5个刚刚第一个问题啦，就是谈到说这个双方是不是真的中需一战啊？然后谈到说这个当习近平在讲说你们美国正在衰弱中的时候，川普也同意啊，在这边要把这一段讲清楚。川普同意的部分是说，在拜登的时候，因为他没做好，所以真的变虚弱了。但是因为我做得很好，股市创新高啊，美国
国变得更强大。你看，委内瑞拉跟伊朗都被我们处理跟收拾掉了啦。所以在我任内，美国是更强大，并没有变得衰弱。然后呢，他说，我认为习近平的意思讲的是在拜登任内发生的事情。好，这是川普的解读嘛。所以川普呢，之前面对媒体在访问他，问他跟台湾的有议题跟台湾军售的时候，前2天不是有个影片一直被剪接在讽刺赖清德总统吗？那影片里面谈到就是说，这个要对着总统呢才能避免战争嘛。其实川普原文那个对着总统他在讲谁？川普在讲他自己。川普在讲说，就是因为拜登那个他当总统的时候没有搞好，所以乌克兰跟俄罗斯才会打起来。他的前言是乌克兰，如果是我在就不会有事。对，所以完整的，你有没有发现青黄的那个语气跟各方面？真的蛮像川普，在讲到拜登这个咖的时候，他真的讲到拜登，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感觉像替他干爹讲话。川普没有，我们已经从2016年的时候，川普那时候上任以来，一直在试着揣因为他是揣测川普，因为他是川普投顾的积极追随者。来，然后呢，所以你从川普讲的话啊，你就可以发现他要讲的是说，就是因为我当了总统，所以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这种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然后我觉得台湾的本质呢，台海本质跟乌克兰、俄罗斯是一样的事情呐，所以我川普当总统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发生。那不会发生的话，那美国现在当然是更强大，不会有衰弱嘛。所以呢，这个川普跟那个习近平对话还有一段，你注意去看。川普其实今年哦，我们讲说他今年最大设定的目标是什么？他去年就已经讲了，他去年当选之后就讲说，今年哦，美国国庆是7月4号的时候呢，要一路一直庆祝下去啦。庆祝让大家看到美国就是再度伟大，然后一直到大选的时候呢，美国你看从7月4号国庆日一直到大选的时候都在庆祝。川普认为这样子我就选举的时候一定可以选出优势出来嘛，这就是川普要的。所以你看川普今年在做什么？为了7月4号的美国国庆，对委内瑞拉也动手了，对古巴也动手了，然后对伊朗也动手了，几乎能动手，川普都动手了。那我问你，川普如果跟这个中国这边再达成一个协议的话，川普7月4号之后能拿出来的东西政绩，光是他自己拿出来不断的宣传，朗朗上口，你看会有多少？所以你去注意看哦，川普讲这一句话的，川普的大策略方向是这样的时候，习近平讲什么话？习近平是特别提到关于美国国庆。美国独立250周年这句话讲给谁听？这句话两边感觉幕僚作业过，互相讲给对方听的，就是要拿到2个元首的峰会的时候呢，把它讲出来，讲给全世界听。所以面子是做给川普的哦。所以做面子的部分不是只有单纯的，你看到说小朋友拿着旗子挥，说什么很像北韩，不是只有这样，是连习近平的用词看起来都特别要恭维川普啦。所以这一大段的面子给面子的部分呢，做得很清楚。好，那第二个部分回到实质的部分，实质的部分为什么我说双方各取所需的需？就中国的需求的需跟美国需求需有什么不一样？美国需要的是什么？美国需要的是经贸啦。在经贸上面呢，3个基本的东西你要还它，很像讨债的概念哦。第一个，当时呢贸易战你讲过的数字，你要买的东西你没有买，你要买嘛。第二个，他认为说，过去这个美国面对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你们在加入 WTO 的时候讲好的要开放市场的，要放宽监管的，你都没有放宽啊。结果呢，让我们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很难做生意啊。这个东西你总是要处理吧。那第3个，你对于你们的那个电动车啦，对你们的产业补贴这么多，然后呢，弄到电动车呢价格低到跟美国在竞争的时候处于不公平的竞争，这你总要处理吧。不公平竞争、不公平贸易，这个是美国川普在第1任任期的时候，他的军师 Navarro 当时就一直在讲不公平贸易，然后还写了一本《致命中国》，里面谈的都是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所以这3大块的经济问题，这个习近平，你这次要跟美国谈，你总是要谈吧？所以这3大块的经济问题，这个习近平，你这次要跟美国谈，你总是要谈吧？这个才是川普的需啦。那对中国来讲，中国的需是什么？中国的需呢是2个，第一个是政治上的需，政治上的需要呢，一方面是希望你在台湾问题的时候，你讲话用词多一些，那对中国影响台湾就多一些嘛。所以呢，当你讲以前美国的政策讲的是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不支持的话，拜登已经把它解读过，拜登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我们也没有反对，因为它是独立的，它是自由的。这是这个拜登的解释哦，所以拜登是用 "it" 这个字代替台湾哦。他说它是自由的，它是独立的，他们自己决定。
所以呢，等于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他也没有讲反对台湾独立，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呢，郑丽文反而去讲出来，希望川普去讲出反对台湾独立，这个在外交用词上面的轻重落差就很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北京来讲，当然希望能不能看这个条件呢，我让利让到。美国，你可以在官方就算没有要出一个中美新的联合声明出来，至少川普口头上讲出一句“我反对台湾独立”，听起来对中国来讲可以拿来大家利用宣传也很好嘛。所以中国要的第一个是政治上的部分嘛，军售当然也包含在里面嘛。可是有没有第二条的部分？他也一样希望跟美国谈完了之后，这些企业家可以到中国。再继续投资，再继续扩大嘛？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一张图重新把它列出来？你知道这张图里面有很多玄机呢。这张图就17个访中的企业家，图上我没有把这个黄仁勋列进去，所以黄仁勋的角色大家都很清楚。你知道这张图里面这企业家是有玄机的。这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嘉吉公司的执行长。嘉吉是什么公司？全世界4大粮商之一啦。那所以全世界4大粮商之一的执行长，他到那边去是干嘛？讨债啊，就是你要买的黄豆你要买啊，你要买的牛肉你要买啊。所以这家公司是去讲这件事情的然后下面有几家公司，你看这里面呢有一家公司呢，这次被列为不可靠实体清单里面的，它被列进去黑名单里面了。就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它被列进去。它是做什么癌症基因检测的公司啊。然后呢，这边还有一家呢，你看这个万事达卡，然后跟前面有几家金融公司这边圈起来的，都是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遇到障碍的。你知道万事达进入中国是2023年12月的时候才准它进去的。你要想说就是中国2000年之后加入 WTO 多久了呢？万事达一直到2023年才获准加入中国市场，但是很多地方仍旧卡它，让它没有办法在中国好好的被使用。所以对 Master 来讲，他的执行长这一次当然要去啊。那上面为什么我这边有把它画出来？黑石集团的执行长，你知道黑石集团呢，在跟贝莱德集团被视为是在华尔街里面最亲中的一群啊。这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呢，这个为什么说他是代表中的代表？他为了中国，他跟中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替中国清华大学设立了一笔奖学金然后帮中国清华大学招收来自于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学生。然后好到中国政府呢，把他视为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是慈善家，然后呢跟他保持亲切的关系。结果这样的黑石集团2021年想要出手收购中国房地产商SOHO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把它卡下来，不准他收购，认为说这是中国基于自己的监管要求，所以禁止你即便你对中国这么好玩，也是不准你买。所以呢，苏世民当时也是踢到铁板所以这次带苏世民去呢，也有这个开放市场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呢，下面这边几个包括美光。这里有美光跟高通这2个呢，都是在中国遇到偷技术的状况，偷到呢，这个美光对于在中国市场是很有疑虑，所以美光最大的投资宁可放在台湾，它也不会到那边去。所以这些这一次美中两边在谈来讲，川普把这个阵容拉到中国去，当然是3个，第一个。你要买什么东西，你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这一份名单。第二个，开放市场，开放放开你的监管条件，放开了之后呢，这些人在中国市场自然就会加大投资，加大投资你就有就业机会，有就业机会就可以解决你中国的失业问题。他要讲这件事嘛，然后再来在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是什么？是科技上面的放宽如果你的市场走向开放，我们的公司都满意的话，那这些技术的放宽也不是不可行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看完这一章的时候。这个昨天到今天都有人在讨论这件事美国政府今年是放宽了辉达的 H200，放宽它可以卖到中国去。然后呢，但很有趣，中国的商务部呢卡住，禁止中国的企业买 H200。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呢，你看事情是在4月23号的时候，距离现在才1个月的时间。当时大家都不明所以觉得你中国明明需要这些高阶的显卡呢，这些高阶的晶片呢，为什么你反而这个美国政府同意了，你还卡住它不让它卖过去？现在看起来5个原来是为了今天的川习会啦，要做一个铺陈准备了，要把 H200的采购金额也纳入了一个最后呢，中国对美国采购的总清单金额里面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中要的呢，拆开来看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大家要的各取所需啦。至于那种很敏感的那个题目这个美方的那个3公放在那个地方，我3公讲的就是贝森特，然后赫格塞斯，然后跟卢比欧。3公放在那个地方，国安的部分要放宽太多，
我觉得那个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啦补。一下，不然科技新生里面，他叫了那个黄仁勋去，可是苏世峰，陈立武没去啊，代表的我只是去卖晶片，半导体我们没有开放。我只知道那所有的企业家去，像刚青黄有告诉大家，这次带去了，大家都各有他，不管是个别企业或是美国整体在经贸上的考量。但看起来大家都只在乎一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单纯去参加旅游的，那个人叫马斯克嘛。他从头到尾，你不觉得他真的是去参加旅游团吗？他拿那个手机不断的转着拍，连在吃饭的时候、国宴的时候，对了，当然他一定有他其他的一些经贸上，只不过他的表现真的很像是去参加那个中国旅游 tour， 那而且这个 tour 是非常高层的一个 tour，OK， 他会变这样。但你说这些所有的，如果真的落在很严肃上来看，对美中台一些影响，小平这就面临到好，第一个，国民党主席郑源那时候讲说，希望川普要去讲出反对台独，但到目前为止，我讲说，你看那个字斟句酌，为什么习近平从一开始的发言要照着所有的稿，而且大家会从他用字的遣词里面，包括危险冲突什么去解读，他用的字是不是更重？那显然川普并没有说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资料里头。他并没有说出要反对台独啦，或什么这些。那但是你看到包括陆委会，像梁文杰他们又一直讲说，为什么国民党主席郑源要讲出什么表示他跟习近平之间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些东西，这所有这一切，但是现在看起来，当川习会走到这样的时候，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的川习会，对美中台之间未来觉得会有什么变化？这一次其实第一个症结点就是那个习近平呢认为说你美国容不下我，他说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中美两大国，那事实上是容不下的，因为太平洋再大也大不过这两大国的冲突啊。这第一句话，那这一次的解决就是老牌的超级大国美国跟新兴的超级大国那个中国的对撞，对撞到一个程度，为什么要见面？因为不管是台湾问题，不管是这个经贸战、货币战，不管是伊朗的战争等等，波斯湾那些事情。不见面大概会出事了就见面的目的再来就出事，我觉得所以非见个面不可嘛然后我们关心的台湾问题，特别国民党关心台湾问题，我觉得在这一两天、两三天会各自表述会比较清楚。见面讲这个是拌嘴嘛，讲台湾问题，老共的表述应该很清楚。对，你从连在会中以后，包括新华社的那些。美国的表述其实到目前为止还看对，我觉得淡化，因为这个东西是他老共想谈，川普不想谈的事，可是也会谈到嘛，对不对等等。好，我再拉回来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习近平你今天我们看他们两个会谈如果加入这个普丁，加入金小胖。习近平你今天我们看他们两个会谈如果加入这个普丁，加入金小胖，那根本我们在看连续剧叫《流星花园》，听过没 ？F4， 好不好？因为普丁已经宣布要去访问中国了，反正这两个还是会有角色的所以。F4的身高落差没那么大，可以穿那个会变来变去，会变来变去，跟习近平一样，会变来变去，会变来变去的。所以那这样我们回到主题 F1 跟 F2， 至少有暴龙在嘛好，然后呢，那这两个，那为什么习近平这样子？因为这两个都是狂人，这两个狂人是世界的大不幸，没有看过大国这么不节制的领袖，我们在你的节目深深的谴责这两个 F1 跟 F2， 好不好？你谴责我个人谴责，跟国民党没有关系。对，你有看过拜登老黄颠跟关于老黄颠，他不管他很多比较自由派的，像什么多元成家、边境开放然后这个税收的高一点然后世界警察，可是，在川普全部都颠覆了，对不对？而且乾坤大挪移，他可能有个朋友叫张无忌，那个习近平。都转给他的前总统，那他的说话的技术，我要讲的是习近平的变化是很大的。因为习近平是流着走资派的血，走着毛泽东的路，但是我跟你讲，人尝到滋味以后就不一样，就走了，就媳妇熬成婆以后就不一样。他前面那边写的他10多年前写那个自传，那个叫什么？对，媳妇熬成婆，那都是称赞邓小平后来做了以后，看我不想做2任，我要做到死他做第3任的嘛。那我只能
我的血不重要。我走的路重要，因为我要做到死，我一定要走毛泽东的路，我才能走到底嘛。你不然你为什么李克强要把他弄死？然后我就两任10年之后我要继续做，那没办法，就是独裁嘛。然后，所以他对台湾问题也会是这样哦。不是，他对台湾问题是很重要，那是2，一是什么？他的权利，台湾问题打台湾而有风险，所以美国也警告他，而造成了他任期不再做，他就不会打你了。所以我们台湾要深深的扣住在2大国中间的技术嘛。小平，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他如果要是打台湾，会造成他这个权力的基础会动摇或有风险，他可能就不打了。那我们的军购或军售是不是就应该要尽量想办法自我防御上要拉高？对，是嘛？当然，我们亲美的路是对的嘛，该买武器都买，但也不是开空牌支票，对不对？但到后来讲，请问你为什么现在支持1国2制和平统一变成22%，以前大概都10多%？因为台湾也怕打仗，台湾人的心里很复杂。那可是呢，他用很简单的民调的表达出来。可是倒过来讲，如果你惹到他非打你，不然他政权不保，他也打你了。他这种所有的打不打台湾，都是为了他当到死。这个逻辑，我就要先确定这句话是重要的。那这2个国家呀，也是大哥笑二哥。这2个国家其实已经倒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倒了？请问你，美国它的国债是37兆美金，它今年的国防预算1兆，以及打伊朗假设花了5000亿美金，那个都是举债来的，已经没有预算可以编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然后这个习近平的那个叫江泽民的时代叫大繁荣时代，也是个大贪污时代。然后怎么样呢？他中央债、地方债加起来也20兆美金，他们都已经他们的债务都大到根本就是灭顶了，那只是一个假象，就经济学其实已经倒台了，债务大到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是大到再多不愁啊，对，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啊，美国就印美钞啊，他叫美国才给印啊，别的国家印看就倒了，好不好？没有办法，可是。全世界的金融是没有小平，那个是我们买到的国家比较担心，不是他们要担心。对，我是说他们2大国家其实也差不多都倒了啦，只是爱斗而已嘛。那好，所以呢，现在 NBA 很流行打什么？看起来西冠NBA 的西区冠军是马刺 VS 雷霆，对吧？那大家关心。那我是打篮球的吧？那请问我们现在要学一个球员，你知道吗？马刺的控球叫 Fox， 对吧？小狐狸。台湾就当个小狐狸，两边游走嘛，很灵巧，发个就很快，很巧。那假动作就是我们在2大国中间呢，就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军购7800是恰如其分的结果。那公务预算再补一些进去，我相信郡县也不会反对我讲的话。然后7800我给你特别预算。然后再如果真的无人机这些武器，然后需要的话再补到公务预算，我认为蓝白也是不会阻拦的。为了台湾整体的国防的防御，但我也不要触怒老共，也跟他谈。小狐狸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所以我刚刚小平说你会同意他讲的所有这些，包括7000多亿恰如其分，后面呢就在公务这些补一些就 OK 了。现在这个节骨眼，尤其在川习会的时候，他刚特别说，有人说两大之间难为小，但对小平来讲。他就觉得用 Fox 的那个角度，那个小狐狸可以在2大之间反而能够游刃有余，猛兽中间，可以吗？其实台湾第一个也没办法回避美中2大强国，当然，所以就以国防预算来讲，小平要讲，我们来讲，中国最希望的就是0嘛，美国希望的是全部通过，对，结果都没有嘛，本来中国第2次要就是3800，美国就7800，对，那最后通过哪一个？7800，那就美国赢嘛，就这么简单嘛。好，那美中2大国的领袖见面，这个是必要啦。世界局势好，世界局势不好都会见面。这2个国家那么大，那讨论的话题很多啦。这个经济问题最重要了，国际局势啦，两岸问题，其实你排起来的话，你说在优先就时间点的优先紧迫，两岸问题会排在前面吗？应该不会。但是输赢在什么地方？当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观察，跟国家当时的力量，这个当然是一个指标了。我认为中国最强是什么时候？胡锦涛时代。胡锦涛当时是世界最强的经济力量了。那个时候刚经过2个美国总统了，小布希跟奥巴马。你要敢跟中国打贸易战吗？那就绝对不会。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态度是延续邓小平，就是和平崛起。
哇老二哲学啊，我不跟你抢世界第一，所以全世界就相信了，资金、人才、技术通通跑去。那时候美国总统跟中国的那个胡锦涛见面，第一个小布希去见面，那个时候包括这一次的川普跟习近平，我们都要看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好，所以结论，小布希去跟胡锦涛见面，他的结论是什么？他没有联合声明，他开个记者会，那记者会就是新闻稿嘛，那没有签名的，有立功立外公外，但是中国要到了他的东西，小布希当时讲出他反对台湾独立，所以郑丽文讲的这个，美国总统以前讲过了啦，小布希就讲他反对台湾独立，但是他有说两岸问题要和平处理，不可以用武力，这小布希讲的。但中国要的第二个东西重要了，那个时候小布希有承认3个联合公报，中国要的是这个东西啦。那3个联合公报是哪3个？第一个就是那个不是那个要建交的那个尼克森的上海公报，那时候准备要建交。第二个就卡特的建交公报，这对台湾伤害都很大。第3就是817公报，就雷根的就限制出售台湾。那前2个公报主要就是什么承认一个中国啦，但是美国有它的一中政策啦，美国不怀疑不挑战，两岸都认为不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都那些对台湾伤害很大。那中国要那个东西。不怀疑不挑战，两岸都认为不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都那些对台湾伤害很大。那中国要那个东西，所以第2个美国总统又去了，奥巴马。那时候的胡锦涛，中国更强，那时候就有联合声明了，要签字，一样再强调这个3个联合公报就签了，还有所谓的一个中国，那过来的拜登就没有了，到这次啊。你讲你的，川普根本不理你。所以，习近平讲的台湾问题啊，是坦白讲是要讲给中国内部自己听。大内宣。那他要讲这样子嘛？那川普为什么回应他？这个根本不是第一个，他没有列入议题，根本议程里面没有提到。第2，联合声明你来看，你绝对不会写进来。这我几乎可以肯定的。那中国你得到什么？你大倒退了。所以你要来去对比啦，以前的美国总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见面，他们最后的结论产生什么东西？跟现在美国跟这习近平跟川普见面，那他们的最后结论是什么？讲一个最简单的嘛，其实2年多，川普要任命卢比欧当国务卿，我当时就写了，这个被中国通缉的，制裁就是通缉的，你派他当国务卿，那他怎么去中国换个姓访问？中国果然有一套，就改个卢小小嘛。我的想象力还是太差了，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县字改成现在的县，你也可以去大陆。我的想象力还是输给共产党啊！所以被他通缉，这个就中国画了红线。对啊，对不对？中国的红线像橡皮筋呐，原来是有弹性的啊。红线画的议员可以注销，好不好？如果真的还假的？真的，有的把它画人家家门口。家门口有些不能画的，家门口是不能画的，那是不该画的那种。对，你讲的人家以为你们常听。那如果以后该不该画，大家可公平，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快要踩到中国红线，他会自己就拉开了，对啊，才不会绊着你的脚，害你跌倒了。那卢比欧他公开讲，川普都还没有离开，他就说他根本就没有讨论什么台湾问题啊，军售案根本对他们政治谈根本不重要。那其实很大的一点，是因为我认为美国这是谁人都他管。中国你要得到3个联合公报吗？你要得到美国所谓在这讲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吗？我认为是要不到了。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往下掉。美国川普为什么敢打所谓的关税战、贸易战？趁你病要你命啊，是这样。为什么敢要求你要移转供应链？用全世界在围堵中国。在过去，中国经济那么强，谁会听你美国的？但现在局势不一样了。你看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多严重，对不对？
你看东莞、深圳啊，包括上海啦，啊什么什么昆山啦，以前台商聚集的地方，都跑光了。哦，所以就以实际的力量来讲，反而习近平你要检讨中国的力量有像以前那么强大吗？我从最简单的来看，提高国防预算的是台湾吗？日本啊，习近平最蠢的、最凶害就是让日本啊提高他的国防预算。以前日本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敢提出像增强军力啦、增强国防预算这种政治主张啦。你看高市早苗还大胜他要求的是 GDP 国防预算1%变2%，就直接加倍增强军力你看那个琉球群岛、纽纳国岛就布满了飞弹基地，那以前日本民众是非常反对的，而且高市早苗是主张要修宪的。而且主张要把那个我们一般讲所谓的和平宪法或者什么，他已经宣布启动正常国家。这对以前日本来讲，有很多人是根本不碰这个东西的。而且日本的亲中派最亲中派的落选所以为什么日本国民情感会改变？你习近平你没有功劳吗？对，你中国的霸权，你整天日本你这样制造区域的紧张，那当然周边的国家就恐惧，大家都提高军备，提高国防预算嘛。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以前哪有在花钱买飞机、买 F-16V 跟台湾的，对不对？而且花了几十亿美元的，而且你看，菲律宾跟中国在海上的冲突已经有多少次了？所以提高国防预算其实不是台湾问题。OK， 也就是说，现在是第一岛链跟中国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是高度国际化了。所以两岸问题已经不是台湾跟中国的问题 ，OK， 这是一个国际问题。那台湾问题越国际化，当然对台湾就越安全嘛。不过现在看起来，尚哥，不是只有我们大家关心吧？全球一定都关心川习会，而且日本刚才军雄文特别提到，日本在过程当中，那被中国逼的，包括提高军备各方面。这个太保有一篇报道，高市早苗担心川普会在台湾议题上面让步，然后日本媒体说，所以他要求要通话，他要求要跟川普讲，不要闹了，你不能够让到，因为第一岛链整体你出现一个破口，可能就有破窗效应这些啊。OK， 好，那现在呢，对我们来讲，整个军购案一直到现在，包括因为韩国院长现在在国外访问，那当然其实包括国外很多的一些侨胞或什么，他们一定也会关心的国内政治的一些发展。那所以大家看，小平刚刚就讲说，小平认为国民党接下来除了7800亿，因为条例过了嘛，接下来就要看那个预算在审的过程。那小平认为说，剩下的包括无人机这些有必要的还要放在公务预算，在公务预算，小平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蓝白也不会挡这些。上光是吗？你看，行政院昨天这个开行政院院会，对，总统团对于4700亿的后续补救方式要求国防部去研讨。一个是不是在提特别条例？一个叫追加预算，一个叫扩大年度预算。当然这里面不管你是什么预算，你都得送立法院。那当然所谓追加是已有的预算再去进行追加。那合理的判断是不是要对115年度的预算现在正在进行增加？那扩大年度预算，因为依据法律规定，8月底以前，下年度的预算要送进来。换言之，现在各部门几乎都已经在概算筹编过程。所以这个用意可能也是指，你国防部116年的总预算是不是要扩大？对，所以变成3个管道里面嘛。那当然。你看韩国瑜去，连海外的侨胞坐到旁边都跟他说支持1.25兆。那现在，7800亿基本上是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案。那大家关注的是无人机你如何处理？然后直管系统要不要买？然后防空的 IBCS 你到底要不要买？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那当然，现阶段看来，提特别条例。应该蓝白的接受度不大接受度不大了因为特别条例如果要接受，那当初就不要就不要去砍啦。然后他就跟你说了，这个追加预算
哦，追加预算基本上还是在年度预算里面啊。那这你说的哦，可以编年度嘛？追加跟扩大年度预算，这你说的嘛哈。那就看国民党态度是什么。当然，你看行政院一说出来以后，蓝白的态度是什么？你们在急什么？行政院一说出来以后，蓝白的态度是什么？你们在急什么？你们在急什么？那你索性，今天朝野协商做了一个结论，就5月19号邀请这个行政院来专案报告，5月20号上午要把特别预算送进来，5月20号下午进行询答后复委，询答后复委，这个就变成我就说我常看预算3读，我没有看过预算4读的，因为你那个特别条例就规定了一件事嘛，你要来跟我专案报告什么，经立法院同意以后，死得筹编哦。然后我同意以后，你可以开始编哦。那我就觉得很纳闷了，你5月19号专案会议，然后呢，专案会议里面呢，你们自己条例写的哦，经立法院同意后，死得筹编，好，5月19号我来专案报告了，那立法院同不同意呢？你这一句话就很奇怪了，就等于说5月19号你给我来专案报告，5月20号上午你个，那意思是立法院同意咯，不然你怎么要求他5月20啊？那法律上是你们还要经过院会议决，要不要同意这个专案报告啊？那你们特别条例写这一条是写什么意思的？我也不晓得你们写什么意思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还要说。经专案报告会议后，立法院同意死得筹编。今天朝野协商签字是5月19号专案报告，5月20号上午特别预算要送来，5月20号下午要进行备询，然后复委。那你整个看起来就等于说，我专案报告你同不同意不重要，对啊，那你为什么要写那一条？所以你们觉得？蓝白在弄专案报告，跟你实际上在朝野协商，怎么会这样？那你自己不是出现矛盾吗？那无人机的问题，当然，我相信行政院大概走特别条例，可能你还要耗损时间了，不如直接追加预算，看你蓝白怎么处理还快一点，蓝白处理怎么快一点？那你就看到。无人机的发展，这个讲一下。你看，美国最近五角大厦才要买那个 Firestone 的 Excel，这个就是2个货柜合体，它是可移动性的，它生产什么无人机，它应用3D 打造，然后它可以做成整机，就直接生产无人机。或是生产零件，或是那一个关键零件，它是用模组化，所以你知道，它大概生产一台无人机，用那一个他们有分3级 Group 1的就风暴，它可以飞640几公里，飞640几公里，它是侦察一体，它筹载可以到4.5到9，然后炸弹它可以筹载4.5，它9个小时打造，36小时可以组装成功，这么快？它1周内可以生产10几架，就一个单位就一个单位。那美国跟他买了5组，然后呢200架风暴，当然风暴是哪一型现在不知，因为它有风暴1、风暴2，风暴1是飞600多公里，风暴2的话可能飞到400多公里，那。这一个他就告诉你反正我移动式，我可以分散式，我可以摆在前线，我可以摆在后方。那你打掉我一个，对不起，我移动式的，我不是固定式的一个工厂，你把我击毁以后我就完了。不是，我是移动式，我可以分散式，我去中心化的整个制作。像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发展，
因为台湾岛太小了，没有所谓的前线跟后线的后方了。因为你打过来的话，没有前线跟后方，所以类似像这样，我们民间在努力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的预算，到底立法院该怎么处理？上公刚提到的这些都好，实际讲了，这些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已经变成选战话题了。所以你看到，包括在台中，甚或在双北，两大阵营里面都已经开始，无人机产业，台中很多嘛，然后现在到了双北以后呢，大家也在讲是谁让这些业者怎么样，然后莱茵呢就指责那个时候，包括财划法啊什么什么这些，然后绿营这个地方就指责说没有，那就是因为在这次特别预算把这些都有删掉，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选战话题了。刚才从你说从川协会一直到这次我们在军售说的这些条例，当他到眼下，不要讲说对2028的影响哦，他从2026是眼下的，所以刚刚讲第一个，现实上这些是不是已经开始各自阵营告诉老百姓是谁在影响到不只是安全问题，而且到了民生、生计、经济上的问题，那氛围上面又是另外一种哦。当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希望川普去讲反对台独这些话的时候，然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就开始讲了一些，你怎么跟人家讲？你还说你跟习近平两个人有共同语言，你们到底是什么共同语言？甚或连对那春花秋月何时了，连这些词句都开始出来了。但你如果把这些词句，它背后隐含那个，那他的意思是要说会搞到亡国吗？因为如果从春花秋月何时了那个就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虞美人那条诗，那当然是亡国啊。那是南唐李后主亡国之后写的，而且被下毒刺死。对，一杯酒，好不好？你没有证据，人家是喝了一杯酒，谣传是喝了一杯酒，心肌梗塞啊！好了，我们先回来看这所有的一切，因为国民党最近一直要消除这个有关于党军购所产生的后续效应嘛，后来是7800亿嘛，那他们的讲法就是7800给嘛。讲美国国会发要书来嘛，那剩下就编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嘛，这样讲也没错嘛，就是我可以监督嘛，啊，你就放在年度总预算嘛，哈，小平，核心是预算要过嘛，当然。刚3月不在讲那个立法院的状况，我在想，我希望不要发生哈，不晓得会不会发生哈，我们会不会到今年9月或10月的时候啊，会不会发生一个状况，立法院出现2本中央政府总预算，就是202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到7月30号研会之前还没审完，然后他继续审嘛，然后下一个年度2027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送进来了，我不晓得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哦，我可能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因为你会不会聊天啊？因为就像你刚才三哥刚才讲的嘛，你这个你特别条例定的文字，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嘛。我很难想象立法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那万一他没有审完，万一他就是过暑假了怎么办？他过暑假没有，他们现在已经通过研会到3月31到7月31，对，7月31啊，7月31如果不研会没审完，8月31， 9月1号开议，对不对？对不起，总预算在8月31号以前要送到立法院晚上12点以前要送到立法院。那我们不是这有会审两本？我觉得不至于了，应该不至于吧？就我们合理正常人来讲，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嘛。我一定会赶在7月31以前把我们这边有一个正常的立法委员，等一下问他就知道。林俊宪，我觉得他吐林俊宪。我跟你讲，这一届的民进党不重要，不是2部预算，3部预算，因为特别条例里面告诉你是1年1编。哇，那精彩了，1年1编。我很怕我们的立委们会不会把3本的数字搞错？立委很忙对。那我为什么讲林俊宪完全不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民进党这一届在立法院没办法决定什么事情，好不好？小平的重要性可能都还超过，因为小平好歹你是国民党的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就连国民党的议员都比他重要，国民党的议员都比民进党的还重要。他至少接触郑丽文的机会比林俊宪多，他接触郑丽文的机会多，一定比林俊宪多啊。
比陈志涵少。对，陈志涵超过。对，你们真的觉得我要讲一派胡言吗？我当然一派胡言。难道林俊宪接触曾丽文的机会会比你多吗？比我多了，陈志涵比我多了，陈志涵一定比你多嘛，多很多。陈志涵就比你多。郑丽文乱讲话也多。没有，郑丽文在新潮流的时候，林俊宪还是小孩子，所以没接触到。曾丽文在民进党的时候，林俊宪大家讲话对林俊宪是霸凌我觉得。那个我就怀疑当时林俊宪还没有入党。那这样子好不好？那俊宪委，给你30秒表达一下心声。我输给国民党的边缘人钟小平，我很伤心，我非常伤心。所以你怎么去看那个事情？那无人机在这个阶段其实还不构成核心战力啦。它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就业，第一个是就业机会，就是就业机会。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郑丽文在川习会之前就公开透过国际媒体呼吁说，希望美国总统川普能够讲出反对态度。希望。你知道这件事情哦，当然梁文杰的这个文学底子很好，但是你会想一件事情哦，他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某一个角度来讲，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是台湾最大政党。如果北京要做国际宣传的时候，引用郑丽文，郑丽文嘛，因为他公开受访，做国际宣传，告诉你说，台湾最重要的在野党、最重要的政党是反对台独的。好，但我先不谈什么叫台独，然后这样子不断做宣传，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台湾。你说在国际社会之间的，我不是讲这些政治领袖，就一般的人，他会怎么去看台湾？因为郑丽文是中国国民党叫做法律上的法定代理人，是，他就是代表了中国国民党，他的声音就出去了，而且是透过重要的国际媒体，然后他一而再再而再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任美国总统讲过反对台独的4个字，美国的定调就是说他不支持。就是不支持，然后呢，他2个主轴，一个叫不支持台独，第二个什么，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这2个是摆在一起的。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这2个是摆在一起的。那郑丽文做了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声音。那他对于年底的选举会怎么样？因为没有潜力可循。刚才俊宪讲到小布希那件事情，小布希当时有一个背景。小布希的时候，在2003年的12月9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白宫，温家宝跟小布希在抱怨阿扁。因为那时候什么，台湾我们有防御性公投。在那个背景之下，小布希讲出来，而且还讲了一句脏话。然后小布希当时跟北京的关系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911恐攻，他反恐。然后他认为当时阿扁的言行让他产生很大的困扰。但是美国的主脉络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但是我没有想过，我很难判断说一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主动去挑这些事情，就从军购一路下来，我们一般老百姓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那个张夏，当梁文杰讲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一首援引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这，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段中间的过程的故事，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后主其实给最有名的就是大小周后嘛，然后后来呢，对不对？不容他的那个哥哥赵匡胤，是不容他人在卧榻旁酣睡，所以把他们灭了，那灭了就投降嘛。那投降之后，后来就是拜官也死，正史没写那么清楚。对，赵匡胤呢，俯身主饮也不见了，就他弟弟上来了。弟弟上来之后呢，很特殊，常常就把小周后叫到皇宫里面去。然后叫到皇宫里面，可能做了一些让小周后觉得羞辱的事情。然后当然传说还有画图出来。然后回去之后，当然了，小周后就会去骂你这个老公没用嘛，
结果他就写了这一首非常惆怅的诗，对不对？结果写完之后呢，第二天宋太祖看到了，宋太宗看到了这首诗之后呢，就赐了一杯酒，然后呢刚好据说刚好就是后主生日那一天，所以就刚好，然后那个还有钱繆。80岁生日的时候也是喝了一杯酒，也刚好就那一天，所以他哥哥没干的事情，宋太宗全部都干了。对了，大概有这个典故啦，但是所以这时候讲这个典故好像不过你都投降了，你还能够干嘛呢？对，所以刚刚那个釜山主饮那个就是一直历史上没有办法解释的是，那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跟他弟弟2个人在那一个晚上，然后结果宋太祖赵匡胤就挂了，然后他弟弟就上位了。OK， 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直大家在想的一件事。另外赵匡胤还算有情有义，就是虽然灭了南唐，但是还是让李后主他们就是好，让你还是能安身立命，也不碰你的小周后那些。但是他弟弟那宋太宗赵匡胤一上来以后，那就不一样，每个人个性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就发生了刚才创下讲的这一段。那至于为什么在政坛里面现在会要讲这些，好，那就观众大家各自去想，那是各自的氛围会怎么样。可是如果讲说刚刚说这些在2026胜或2028选战这个话，那就要看。没有2026，大概就没有2028，因为2026这一仗，如果要是哪一边能大胜，当然不代表2028一定能大胜，可是总是有一个好的基础。2022年这一仗，国民党在地方县市首长可以算是大胜，民进党拿的就是南部的一些县市，包括澎湖 ，OK。但是这一次在过程当中的提名，大家一直在观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彰化，彰化这个地方，小平也觉得你们这次的提名很棒，好，彰化吗？彰化是立了一个典范，选举是一时的，校亲是永远的，所以要有，所以以后大家都要有家长同意书，对不对？不是很棒，是曲折离奇，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这一村对你们来讲，好，绿营现在媒体报道已经把宜兰、嘉义市、彰化这3个本来蓝营的地方，现在列为他们必胜的区域，而且这里面彰化市大家列为第7都的120万人口，对，现在蓝营执政，你觉得你们守得住吗？不止第7都不是只有120万，而是它的移民城市，它在双北也有很多，又有100多万，就很厉害了哈，彰化人哈。然后我刚刚讲的全球化哈，美中台不是 F4搞全世界吗？那我现在讲的这4个苦蛋也是 F4，好不好？最苦的这一役，好不好？第一个叫谢依凤苦吧，那没有人否认嘛，苦不苦？民调最高不能选嘛。那第二苦是不是叫郑丽文？一个头2个大，真倒霉，真的。第3苦，上公，你同意郑丽文是苦蛋之一吗？不，郑丽文不苦啊，郑丽文苦是李乾隆跟李泽华比较苦一点，都是他们去处理的，好不好？他苦什么？第3苦叫做他的苦是我都希望赢嘛，主席想不想赢？然后呢，多希望顺顺利利的，谢家不反对就提了谢依凤，多好呢。他苦，李乾隆不苦吗？被叫去协调，对不对？最苦的F4是最苦的，谁？萧景田，钱他出哈，选举这个更苦好不好？然后现在被点名，如果要是万一彰化有什么，好，我就在节目讲一些小秘密了，好不好？哈，真的是了哈，那就是叫做人物侧写哈。为什么是魏平镇啊？因为当初哈谢家，我先讲哦，一开始当然是谢依凤，但他们家重男轻女，这我要小小批评一下，就是谢点玲的议长绝对不能放。那议长觉得不可能跟县长一家提2个是闹笑话，那也没办法。昨天我也看了我们这个节目嘛哈，所以那同时呢，他就简单讲，我这个谢家的2老，我就是要让我的儿子继续当议长，我就因为他当了议长，连锁反映我的女儿就绝对不能选县长，就这么简单，这事情定掉了。哦，那我们也尊重谢家地方派系嘛哈。那接下来呢？好啊，那这个王县长他要的是谁？我当然谢依凤选我优先 A 嘛，B 就刘和然，刘和然打死不要嘛，刘和然要选，今天也解决了，你知道吗？那其他几个人，然后包含刘和然，也不是谢家要的人哦，谢家就还愿意接受魏平镇哦，这一点大家节目都很极少探讨。我一定要讲谢家接受魏平镇，接受谢家本来那个没有谢家来连蔡壁如都接受，谢家是这样，你不能这样讲，只要不是谢依凤都接受，只要不是谢依凤都好。好，那不是陷入难产了吗？那不是陷入了僵局吗？蓝色蜘蛛网吗？
那是不是主席的派李乾隆秘书长去协调？那他们就去开会嘛。当然，然后这推谁呢？那谁出钱呢？请问选举要不要钱？当然。那选举要不要谢家？这个一定要大力支持，也要嘛。那因为谢家跟谁很好，跟萧景田很好，说得上话嘛。OK。那所以萧景田就可以说服谢家大力支持这个魏平正。然后呢，李乾隆就使坏心眼了，你知道吗？这时候李乾隆就跟高峰会议跟这个我们那个萧主委在谈的时候，魏平正选。拜托，那你是陪嫁的，你也要进来。我进来干嘛？我陪什么嫁？我萧景田陪什么嫁？你来担任彰化主委。他主委是因为这个样，不当主委我不会提魏平正。这句话很重要吧？我想意思就是很清楚，你跟他绑在一起。不，如果有什么闪失，那你魏平正就是要萧景田负责就对了啦。对。但萧景田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中央，那请问秘书长，中央怎么样补助？粮草治理，苦不苦？说苦不很苦啊！选一个彰化县长要多少钱？因为你又不可能跟民主基金会申请，没有出国，我们是彰化在地的事，怎么申请那个东西啦？真是的，这也是民主的一环呐。民主，我们在地民主投票啊，在地民主，你要出国去交流，好一点，政党交流，而不是政党交流嘛。好，那请问你，萧景田荷包不要损失，选一个彰化我出估了哈，2亿好了。萧景田不要拿个几千万出来，那苦不苦？苦，最苦是他，好不好？所以彰化下来，然后我昨天就跟萧景田打电话，我说彰化怎样的，需不需要帮忙啊什么？哈，那萧景田也讲了话了，他说小平啊，小平兄，你让我喘一口气，让我小地方弄一弄，彰化跑一跑，在地要安抚一下，这基本的。安抚完以后，那他有约我跟魏平正见面，你知道约我干嘛？他说你是一个很时髦的国民党。他要更时髦一些，不整个人的讲话哥嘛。魏平正讲话是好的哦。你是说萧景田说你是很魏平正找你啊？当然啦，当然是啊。萧景田要找他从造型，包括讲话这些，就是要有都市风啊，不管什么。我找你站在那想死。没有萧景田，那我举个例子，萧景田误判了啦。那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很多年前，快20年前。马英九属于吴敦义选台北市长，那时候不是要郝龙斌，郝龙斌民调太高拦不住，好不好？你知道吴敦义呢找我弄后援会啊，你要找什么里长啊？见面找什么里长？你知道我第一个帮他约的是谁吗？我们3个人就聊天，就是这个吴敦义吴宗宪，不是宜兰那个，是忠义天王吴宗宪。我要让他很时髦，而且我这个意见也得到老板娘的赞同。蔡玲仪说对，就是要时髦，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吴敦义那时候穿衣服啊，他的衣服都很大件，西装那穿得很绷很紧，他都穿很大件，你知道？那我就你知道，每次他那个蔡玲仪给我使眼色啊，对了，我跟你讲市长这个西装通通要给他剪掉了，什么要换新的，反正就是要搞时髦。是年轻票嘛？反正就是要搞时髦，是年轻票嘛？你就是要你要政党之外，这高市早苗为什么比他们自民党票多？因为他主张就她是60几岁的女生呢，她很时髦，就显得很年轻。小平刚主张好不好？要有那种非常不一样的选战的方式。我们就直接来看。所以小平如果去帮了魏平正这一段，那你觉得是不是因此能够让他在选战里面能够顺风顺水？彰化这一役对你们来讲，会是整个在2026这一役现在视为一定要拿下来，甚或是对蓝营来讲推倒一些骨牌的第一章吗？其实谢家也可以来支持我们家的陈树岳，都乱成这样子了那魏平正要选县长，我怎么会找钟小平？那可见不是他找我，是萧景田觉得觉得这样我以为是这样。那可我跟魏平正不认识，他们也想要打篮球，我这辈子也没跟见过他的面。我以为国民党内已经没有人在理会魏平正，对，大家找钟小平但是这个可见这个谢家在彰化的势力，你看他可以主导到县长提名，整个党要听他的。党主席也要听他的，这个家族大于政党而且他就是听说是因为要让他儿子当议长，
所以女儿不能选县长，这个也对啦。但县长比较重要还是议长？对啊，不是县长不是都应该是先县长、委员再议长不是吗？对。请问你是针对党来说，还是针对谢家来说？正常啦。哦，所以谢家议长比较重要，所以是儿子比较重要。哦，你意思重男轻女啊？是重男轻女啊！我刚刚就讲过重男轻女啊。哦，所以相对的啦，这个彰化在国民党虽然乱，但民进党还是要戒慎恐惧啦。你又来戒慎恐惧，这一段这不可以见猎心喜啊！民进党还是有很高的一个危机感因为国民党整合起来以后，他毕竟是现在的执政党，是，但现任的县长为什么没有声音呢？照理讲，他不是有打电话回来吗？对不对？王宏不是有打电话回来跟郑云他们讲说，也有见过面，见过了。那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OK，但还是要听谢家家长的。不是推刘和然坚持不要，死不要啊，没办法。对，所以钟小平去呢？钟小平去跟没去有什么差别？人家刚才在这边讲那个造型跟所有这些，彰化现在的问题年轻票感，政治的时髦感，就是说彰化已经造成了，你看蔡壁如都说要去，对，之前也有想过不让黄国昌去，可见已经把它当成彰化是都没有找不到一个适合的，那你魏平正在这种状况下出场，这个确实表示，第一个没人看好你嘛，好像没人支持你，所以大家都要嘛，而且谁来都可以，刘和然也可以，蔡壁如啦，连蔡壁如都跑出来，你看这个事情多严重，还有黄国昌，所以不管如何啦，民进党还是要戒慎恐惧，这国民党整合起来哦，这不得了了，彰化哦。其实彰化不要小看它，它不是乡下哦，它是100万大。对啊，120万人口啊。它是一个非常大，而且它的在这个船厂工业实力也很强哦。那民进党在彰化就一直全台湾最有钱的地方就在彰化。对，有一个地方。对，那是以前，现在我们新竹市。不是新竹市。他讲的没有，创下讲的不是整个彰化，是有一个园林的有个对，园林曾经是台湾最有钱的人，存款最多还是吧？所以现在对民进党来讲，如果彰化可以打下来，这个会外溢所以你们在寄望从彰化开始外移。对，因为彰化台中其实是同一个生活圈嘛，对不对？那跟云林也是相邻近嘛，所以总算现在有一个民进党可以着力而且看起来机会很不错一个地方。OK， 那因为亲王，所以还是要小心，大家还是小心。对，戒慎恐惧，戒慎恐惧。但亲王，我们常讲，每一次选总统的时候。对，每次都决战中台湾，不是吗？大家都这样讲。对。如果照俊秀委员刚刚讲，从一个彰化，他们现在第一个对民进党来说，觉得彰化已经是在年底这一仗，感觉上胜选机会大了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外溢，那个外溢就是包括在台中，因为台中彰化之间的生活圈跟台北新北有一点点类似，它会是这样。对。而这些，那我们再从彰化这里来看的话，因为像民党提名的陈雀委员。陈水扁自己都讲说，他跟魏平正他们的本命区是重叠的，社头那个地方。所以现在看起来，如果彰化决战区会在哪里？彰化其实过去在讲到彰化的话，反正北边就是彰化市啦，那一般就讲到鹿港啦，往南就讲到的园林啦。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次很有趣因为现在最新表态要宣布要选彰化县长的叫做蔡壁如了。那你知道这个蔡壁如这个人选说实话是谁把他兜出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这整圈兜完了之后，又跟谢家有关系谢点玲还是谢家有关系啊？支持蔡壁如，他先找了民进党的那一个前彰化市市长，他找邱建富，对，后面邱建富，然后又找蔡壁如，然后要组织绿白大联盟这样子。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对，修理他是要找他出来先修理那个啦，修理谢依凤啦。所以而且很早是去年12月的时候就找出来，然后就是为了要布这个局这样子。只是没想到这局拖到现在已经5月了，所以去年12月的时候，等于谢点玲找蔡壁如出来，当时就讲说要选县长结果找他选县长，其实谈的是什么呢？谢点玲当时讲的叫做非绿组合啦，非绿联盟啦，然后共推县长出来啦。他等于说非绿联盟共推县长出来，那也就是说这样一推出来，如果是蔡壁如的话，当时让蔡壁如觉得说谢家的钱也会支持他然后所以蔡壁如一直认为选县长的是他然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啦，他被推出来的时候，这个谢点玲等于是拿着蔡壁如出来
压着他姐姐谢依凤说，这边有一个蓝白合的人选，比他姐姐纯国民党来得好。然后呢，因为在彰化这里面一直都没有看到国民党要办初选，所以看起来到最后就是征召谁的问题，就蓝白要怎么共推啦。他们本来希望能够进入蓝白一起比民调共推的阶段啦，只是这件事情一拖就拖了很久了，所以才到现在呢，你看很有趣哦，就国民党确定这个要征召魏平正了之后呢，谢点林自动归位呢，谢点林自动归位回去表态要支持魏平正，对，然后表态要支持魏平正，然后也表态说他就是要争取议长大位，然后所以支持蔡壁如这件事就没有了。然后所以为什么说有趣是有趣在那没有人蔡壁如还那么执着，这就是我有趣的地方嘛，就是谢点林都已经表态完了，说我们要支持魏平正了，就现在蔡壁如自己跳出来说我要选这个宣布啊，要选彰化县的县长。你知道这有趣在说，你看蔡壁如的起手式啦。这个一方面他自己丢了一个民调出来，说这个民调那个民调单位还蛮特殊的哈。然后呢，他这个民调单位帮他做民调是他的民调比魏平正来的高很多啦。这个魏平正输给这民进党的陈树岳输了20几%，然后这个蔡壁如呢输的比例输的没有那么多，看起来是还有一拼的可能性，一个19%，一个12%。所以蔡壁如呢还讲说他比魏平正的民调高很多，他意思说国民党推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推错了。所以蔡壁如的动作呢，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据说啦，这个蔡壁如自己因为他现在人都在台中，那所以他还是都会到彰化去，所以他到彰化去的时候呢，彰化认出他的民众很多啦，所以蔡壁如自己认为说他到彰化去呢，就是那边有一定的民众认识他，所以他觉得搭配民调，他看起来他在彰化，他觉得他支持度不错。但是为什么说这里面有很有趣的故事是？这个他要选彰化这件事情呢，是一直他都有跟他朋友讲。那他跟他朋友讲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朋友啦，等于说刚好去拜拜的时候去拜瑶池金母啦。那个拜瑶池金母呢，那个地方就等于说他的朋友打电话回来问蔡壁如，就是说那个这边的瑶池金母很灵啊，我可以帮你问问看，你选彰化县县长会不会上啊？说要帮他求签诗啦。结果呢，他这个朋友呢帮他求完了之后呢，据说签诗是很正面的啦，让蔡壁如看到之后呢，对自己在选彰化县长的选情呢。看了之后觉得很有信心呐。让蔡壁如看到之后呢，对自己在选彰化县长的选情呢，看了之后觉得很有信心呐。然后所以当就是前2个礼拜。大家都不认为说蔡壁如会再跳出来，因为国民党都已经表达要支持这个征召魏平正了嘛，大家都认为蔡壁如应该不会再跳出来说我要再选县长的时候呢，蔡壁如竟然跳出来了。他竟然跳出来，而且宣布说他要选县长。然后呢，他宣布完了之后呢，黄国昌发了一篇脸书说这个民众党现在钱包没钱了。然后看起来黄国昌意思就是这个蔡壁如这个选举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蔡壁如在登场选县长这一次呢，让大家看到2个现象，就第一个，就谢家没有要支持他，他还是要选，所以呢，我们主观的认定一开始认定说他是不是基于说政治上的声量就你们国民党舞台都架好了然后这个谢依凤也说，谢依凤接受专访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说，他的国民党第2那比较蠢啊。那谢依凤讲这句话显然不会是冲着这个魏平正去的嘛，也不会是冲着其他国民党人去的，他看起来是冲着这个蔡壁如来的嘛。然后第2个，正当我们在纳闷说他是不是为了声量的关系，他对自己彰化县选县长这么有信心的时候呢，听到这个瑶池金母这段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发现，显然这个科学的镜头、玄学这一段还是有用的。不过到目前为止，选战到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神明都被请出来了，有从玉皇大帝到瑶池金母这些，大概都被请出来。那我不知道神明会怎么样看待凡世人间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以科学论科学讲，现在看起来的话，尤其大家每次选战2026开始，地方选举，双北一定是重中之重。2个地方，东豪先问一下，川博到现在，从被蓝白合整合完以后，然后出来到现在，显然那个民调不像想象中。会一飞冲天，对，就是没拉开。到底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哪？因为没有张小平做。如果，其实我应该找川博聊一聊，搞不好他会给我不错的报酬。我告诉你，
问题出在哪里？要有划时代的证件，没有，都不是，不是要请小平去帮他做形象改造，都不是，因为小平你也没有能力给他做形象。你不要低估我，可是我不会讲，我放在心里。你看小平每一次来上节目的造型，他们小平可以决定小平自己，但小平决定决定川普。你没有听过我的对双北的证件，你不能那么轻率讲这个话。重点都不是我也不会跟你辩驳，我也不会讲。这种伟大证件就放在心里吧，这样就好了。他们在讲证件了，他说重点都不是证件，更重要是划时代的证件，划时代3个字重要。要划时代，当然嘛，这才是大玩意儿。重点是李四川没有划时代跟划时代的证件不一样，不一样。作为一个候选人，李四川要有一个 style， 他没有。你说他个人的像政治性格、政治人物的那个型，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事务官，很好的副市长，他可以是最好的管家婆，可是当你要当主角的时候，你要有你的型，李四川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就现阶段不晓得他来得及不及，他什么都不像，为了要年轻化，头发就去染发嘛。OK 啊，然后把头发剪得年轻啊 ，OK 啊。可是像他们跟蓝白之间要合的时候，有些东西要有默契。单方面放出来的照片，对李四川是不好的。我想单方面意思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就是你看到第一个头像就是就民众党的候选人跟他一起在拍的，然后李四川变成背景。我说。如果人有同理心就我们两边要合作就不会放这种照片出来。那个要么是没有 sense， 要么就是有点。尤其如果我又是主帅，对，然后结果主帅是背景，就你可以好玩，可是你不能让主角变成背景。可是这个都还是吃药，最核心还是李四川他作为一个要当新北市市长，他的型是什么？他本来的那个型应该是工程专业啦、理工男啊，或者什么这些堆加出来的一个属于政治人物的形象。那他现在是我不能讲他没有，但他很模糊。OK。那他的对手很清楚嘛，就苏巧慧。东豪哥，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件事情很有趣啦。就李四川自己的团队里面有各方人马啦，就他里面有侯友宜的人，有朱立伦的人，甚至还有周习伟时代的人呐。然后你知道，对于他形象这件事情就我听说啦，就他形象这件事情是有人建议他打扮的年轻一点啦，然后甚至出场的时候尽量都是这个年轻的国民党的这个其他的幕僚啦陪在他旁边一起登场，看起来画面上面大家会感觉比较年轻、比较清新呐。然后，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们团队里面又有一派的观点认为说，他没有一定要强迫自己就是弄得像个年轻人对啊，他就是扮演个像个扎实的、朴实的工程师阿伯的形象。他说柯文哲可以阿伯的形象，他也可以是阿伯的形象啊。那他年纪用阿伯的形象出来，看起来很坦然的面对大家，有个老字，东西好吃就好了嘛，这比较重要嘛。关键是听我讲这个，他现在的装扮跟老四川。对，听我讲完就，然后呢，两边的意见就是两边的意见拿出来了之后呢，后来李四川最后对大家的这个讲的意见呢，这个都很感谢啊，但是他说他只想做他自己，所以现在李四川现在在做的是他自己，就是不知道那个是这个，反正不是那一个要他年轻的那个很形象。那至于是不是那个阿北的形象不知道，但他现在就是按他自己讲，他就要做他自己的形象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李四川自己坚持过后，要他就是你现在看到他一样。不，但是他如果说的是做他自己，一定会有他自己个人的魅力跟特色出来。对，我现在怀疑是他做他的自己也没有表现出来。你知道他当韩国瑜的副市长的时候。那个形象反而是清晰的。不过刚才讲到这些，因为有很多时候选战最怕的就是父子骑驴，就人家讲你应该什么什么，你就这边改这个；人家讲你这个，你是不是要那个？那很难。可是新北现在看起来打得跟麻花一样。来，上工，台北呢？然后我知道国民党有一些人，你最近看一些发言，不管从小新啊或者什么的，都一直不断的讲沈伯洋，他们希望把沈伯洋等于是那个叫仇恨值或什么，他们一直认为他有很高的仇恨值。小平，你是不是这样认为？是，你看，尤其停办双城论坛。好，所以你们现在是希望他那个仇恨值能够往外扩，对不对？当然了。OK， 上工来，他觉得会这样吗？会如蓝营所料吗？我觉得，当然你打仇恨值。其实沈伯洋的仇恨值是什么？跟黄国昌的仇恨值是什么？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哦，他们两个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仇恨值。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沈伯洋比较偏向于。可能是两岸意识上面所形塑的仇恨值，没错，就像小平刚就直接点名那个双城论坛的问题，不能停办嘛。好，但是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一个蓝营去界定他的仇恨值，但对凝聚绿营的团结相对是有利的。这是第一个，我基本票源基本票源的凝聚，好凝聚。OK， 那。你们就说你不管说徐小青出来打沈伯洋也好啦，等等打沈伯洋也好啦，哦，但你能打他的基本上还是在一个不脱轨沈伯洋在立委期间的表现度的问题嘛，但这一个你打来打去。基本上都还是在蓝绿盘中间的问题，现在是中间那一块选民的问题，中间那一块选民的问题，没错。好，那中间这一块选民的问题，真的如蓝营所这样算盘，还是如绿营这样算盘？还是如绿营这样算盘。其实今天讲最清楚的一件事，这里面吸烟的没几个，你光看他设那个吸烟区，你会不会昏倒？你觉得那个是符合景观美学的吗？那个是符合台北市的美学吗？一块牌子吸烟区，一块牌子吸烟区，然后一片绿油油的那个人行道里面，突然来一块红色的牌子摆在那边叫吸烟区，就是说你的设想是什么？你的在市政经营上，你的市政美学好像在吸烟区这一块你看不到。上公，你的意思这块，你的意思是说，包括你接下来要讲到，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意识形态各自表述的那一块，但是对中间选民来讲，他在乎的会是意识形态的仇恨值问题，还是他会在乎老鼠城市美学？我这个城市到底是不是一个让我觉得幸福的城市，或是你觉得中间选民会在乎这个？台北市会在乎，因为他在乎的是什么人啊？台北市的候选人符不符合我台北市的性格？台北市的性格是？台北市的性格基本上不喜欢去逞凶斗狠。富而好礼，我讲了好多次在你节目。台北就是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对，是温和的选民、善良的选民、富有的选民。我们之前先不讨论，之前大家认为台北市长应该是谁？吴思瑶嘛，大家呼声最大，对，他一去接了干事长，在立法院一对决以后，每天都在立法院跟蓝白在对抗的过程当中 ，OK， 对，然后突然台北市市长的名单中他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之前符合教育啊，在长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还符合台北市的性格。当你一开始斗的时候，就不符合了台北市的性格。那现阶段，你注意看沈伯洋，无论在整理头发，无论在对话过程当中，无论在面对蓝营里面的质疑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回应过去。他不再是一种你。质疑我马上就跟你回呛的那一种，因为他也想要改变符合台北市的性格。OK， 台北市的性格 ，OK， 气质，气质。当然，性格过程当中都在改变，但不要忽略一件事：台北市其实我觉得现在是蒋万安最艰难的时期。为什么？俗话，你看。那个齐慧珠不是说了吗？市场抓到100多只，你申报2只而已，你登载2只而已。好，吸烟室有人一早起来，一打开家门，旁边挂一个牌子吸烟室，我家大门口旁边是吸烟室，请问你叫那一家的人怎么想 ？OK， 好，然后
什么最近又变成笑话，什么争那个监视器的实名制啦，什么一大堆，推了这么多东西，请问这都反制。还有你对市民的感受，你真的有拿捏到吗？好，上公刚刚讲的，小平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简单回应，台北市长当然重要嘛，提了沈伯洋，所以曹兴诚哦，因为你知道我比喻哈，蔡英文他做生意底的他们家。然后赖清德很清廉，但你知道他最清廉的反面是什么？没有钱，所以曹兴诚就做大，所以曹兴诚就是台北的萧景田，就我负责我扛了，大家都看得起，因为募不到款，我也不让王志坚选，我募不到款，那曹兴诚的能量放大，加上他也没钱，所以他更放大。这第一，我先定调，就出现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赖清德哈，沈伯洋一直在。往中间装，但赖清德给他捅了一个天大的纰漏。什么？赖清德说，他想动蒋万，他说了一句话说台北市都对台湾没有贡献，这是天大的失言。我不晓得为什么记者没有追。请问你今天你是总统，是不是统哭？中央地方是不是要合作？OK。而你为了这个沈伯洋撕裂情感，说台北市为了搞蒋万帮沈伯洋，而撕裂了台北市跟中央的情感。今天中央的税收，中央税3兆，我们贡献40%，谁说台北市对全台湾没有贡献？这是台北市的贡献，不是蒋万安的贡献。他现在是市长，他就是代理人。搞清楚，真的。我讲不是，今天你现在分不清楚嘛？第一任的蓝、绿、白都做过市长，讲这个话就挑起了台北市跟中央的战争，这大不智、反智、没脑筋。总统，我跟你讲。的蓝、绿、白都做过市长，讲这个话就挑起了台北市跟中央的战争，这大不智、反智、没脑筋。总统，我跟你讲，不是针对蒋万安，请问你40%是郝龙斌时代是20%吗？你可以讲蒋万安，你可以讲蒋万安对台北市台湾没贡献，你不可以讲台北市，这个要搞了。我台北市议员，蒋万安就一句话，他是一个，我不会演这奋战到底这句话。他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市长，有蒋万安跟没有蒋万安在生活上，那不是存在。我们有你们替担心的辩护，我没有意见。你们动台北市，我就要跳出来，我是台北市议员，我跟你讲，就这么简单。那我要纠正一下那个小平啊，就为什么要纠正我？赖清德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纠正我？蒋万安对台北市没有贡献不是说他说台北市对台湾没有贡献，他说你这个话很清楚好吧？这个主要就是台北市享有全国最高的税收。你现在在财阀法里面，你现在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台北市最有钱，有钱到不得了了。你像我们之前在争议的，你所谓的科学园区。你要以产值，你不可以以它缴税登录的地方作为财政划分的一个参数。你像台积电，它工业区在台南嘛，那台南付出了土地、劳力、招商的努力、电力等等，但它缴税交给台北市，所以台北市这种不劳而获的钱很多，那也没关系。你这历史严格。沈伯洋选的是台北市长，天龙国的市长，不是台南市长。好，要讲清楚这个。我跟你讲，那你台北市享有这么多的预算经费，他选的是哪一个市啊？你基础设施要做好，对嘛？基础设施要做好。你连一只老鼠都没办法搞定，对不对？但所以啊，一只老鼠就让蒋万安现出原形，就是讲他就是马英九。不是，今天林俊宪帮他辩护。今天我讲的这个自大自刚的正气，他的辩护都苍白无力。我跟你讲，他的辩护，我跟你讲，哎呀，我就是台北市议员，我就是台北市民，我就是捍卫台北市，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讲，来嘛，都来嘛，来辩护嘛，来嘛。蒋万安连一只老鼠都搞不定，老鼠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台北市有贡献，对不对？你说，刚刚那个上公讲了，你到处设立吸烟区，这对台北市是好的贡献吗？所以市民的感受很重要了，还是苍白无力。我讲是自大自刚的正气，把交通搞得大乱。我跟你讲啊，台北市民最关心的是生活，不是小明讲的那一套，他要讲扯的是意识形态嘛。台北市民每天出门发现，你交通越搞越糟糕，对不对？连最基本的环境清洁你都做不到。我跟你讲，市长是要做这种事情，市民在投票选择的是哪一个
台北市长可以搞好你的生活环境，而不是钟小平讲那个什么。不管总统，不管任何人，不要来搞我们台北市，是这么简单。OK， 那来最后请问一下，李乾隆的追踪器，民进党会要求国民党或是什么人要道歉吗？因为李乾隆去地检署，他出来就只说那个是他太太装的。太太装的。第一个，他跟检察官也这样说。对啊，合理合理。他是开玩笑还是讲真的？我不管了，但他的身份不能开玩笑了。哦，这事情闹那么大，闹到国民党的发言人都出来要追究赖清德的法律责任啊，甚至追到赖清德卸任的都不放过他。你这个不用对社会有一点交代吗？你李乾隆，你什么时候知道是你太太装的？啊，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那你的国民党发言人出来胡说八道，你李乾隆你不用去纠正他一下，哦，你还顺水推舟，对。这个才是台北市民要关心的。来，钟小平，那评论一下。这个这件事不止台北市，是全台湾都要关心。好，这件事，老鼠尾巴这个好不好？太太为什么会装追踪器？对，你要辩护一下啊！我去问一下太太，我再跟你讲。我讲，李乾隆还有国民党那个什么发言人叫什么？赖清啊，赖清对，尹乃金呐，尹乃金，他们这种言行，连钟小平都看不起。我跟你讲，这个不要代表我回答。对钟小平啊，完全不帮他辩护，你看看，对不对？好，这件事情当李乾隆秘书长出来面对镜头是那样讲的时候，那后面会是怎么样？当然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议题，那动辄都会引起政坛之间大家一些的攻防。那尤其是在川习会之后，然后川习会落幕以后，那对国内来讲的话，又会在政坛间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